我们在南海看到有好多的风云哦，各国都在对峙，包括您看到的，在中建岛上面，中国大陆疑似在这里新建简便的飞机跑道透过卫星云图，透过卫星的照片，大家都看到这个跑道长度超过600公尺，可以让这个涡旋的这个螺旋桨的飞机还有无人机起飞，可是战斗机恐怕没有办法。而另外呢，吵了好久的，包括这个菲律宾跟中国大陆南海对峙的局面，今天我们看到最新的报道是对峙又出现了，中国的海警船2艘在这儿，菲律宾的补给船在这里这一头看起来是被包围着。这个是来自于菲国补给船被4艘中国海警船团团包围的画面，这个是两名美联社的记者拍下来的画面，因为这个是菲律宾的海巡队邀请的美国记者来跟拍那另外他们可能想要凸显说他们要去补给遭遇到的困难，可是中间其实一度有转圜的余地我们先看一看这一篇报道，中国大陆要求菲律宾立刻停止任何导致出现出现地局势复杂化的举动那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汪文斌这个是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他就说中国要求菲律宾立刻停止任何导致现地局势复杂化的举动，而中间呢一度呢，他让这个补给船绕过去，给他临时的特殊的安排，意思就是说让他就让你过去吧。让你过去补给吧，因为这一艘仁爱礁上面那一艘船上面的确有人，就让你去补给吧。所以我们来看看，包括现在有很多的讯息出来，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大家都不知道前2天出现了网络上的传闻，说中国的核潜舰发生意外，官兵全部罹难。我们看到军事粉专美国海军潜舰专家萨顿他在他的 Twitter 上面揭露的说，哎呀，这我也是听说的，可是我不知道真伪不知道真实性。他描述的是一艘解放军093型的核动力潜舰在台海附近发生严重的事故，上头所有的 crew 所有的船员都死亡了。那当然出现这件事情大家都觉得有可能吗？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吗？那今天更进一步军事粉专还曝光拖吊船在这里围了一圈的空拍图，看起来好像真的有影子，好像真的是这样的事情不过前海军舰长吕礼诗舰长他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东西有很多的谬误，这个故事包括这个台湾海峡的水深不到150公尺，如果是这么一艘7000吨级的潜舰，不可能走到这里因为这个海域的深度是不适合躲藏的。一般093核潜舰的外形长有103公尺，宽有10.5公尺，它的这个最大的潜深是300公尺，不太可能来到这个台海这个地方。那到底是真是假呢？我们现在其实不知道不过还有一个报道是说，习近平为了这件事情坐镇军委会，可是跟事实也不符因为习近平已经在8月20号、21号、22号左右就飞到南非去参加金砖论坛了。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他跟南非的总统已经有见到面了，所以事情的真相到底是如何呢？大家查一查之后发现，原来一开始的讯息是从郭文贵跟他关系很好的路德社释放出来的。郭文贵何许人也他是潜逃到美国的一名中国大陆人士，一名商人。他3月在纽约被捕，一直都被关押在布鲁克林所以潜舰的事情是一个谜。而另外呢，过去其实在2003年的时候，中国大陆的确发生过一次非常严重的潜舰意外，这是中国海军361潜舰的海难。当时因为指挥操纵不当机器故障，于是导致全舰70名官兵全部罹难我们看到了，包括南太平洋也一样现在有一些端倪，这些国家是不是决定不选边站，考虑宣布中立呢？这个有4个国，这个太平洋岛国的领导人，他们飞到了万纳度去总共5个国家。他说我们不要当美中的夹心饼干所以我们要考虑宣布中立。来自于万纳度总理卡尔萨考，他说过去我们曾经跟澳洲签署安全协议，可是引起国内反弹，然后也有议员担心会激怒中国，所以他们左也不是，
右也不是，左右为难，那干脆中立好了。另外，这5个国家都是美拉尼亚先锋集团的成员。这个秘书处还建议说，5个成员国应该考虑跟中国大陆建立安全合作关系来做一个安全宣言的新的考虑基础。而另外，我们知道呢，在南太平洋岛国都是美中的角力场。我们看到呢，美中的太平洋上面角力难分胜负。美国在太平洋这个群岛设立国际援助办公室，要巩固它的战略联盟。可是近年呢，中国大陆不断向这些岛国提供一些基础建设的融资，所以现在胜负难分。这是来自于路透社的评论。我们来问问老师，老师你怎么看？首先我们看到在中国在南海的岛礁，中间岛、田岛这个是事实，因为你从这个 Google 地图里面都可以看得到。但是问题就在于它的附近有一个敦谦沙洲，那是属于我们的原本是我们国军在驻守。有一年因为台风来了，那台风来了以后，我们的国军为了要避台风，就到了这个太平岛去。越南就趁着这个台风一结束，马上就过去占领。各位如果您也上 Google 地图去看的话，你也可以看到这个沙洲目前也在填岛而且它的机场跑道更长，它的这个港口码头填得更大。但问题就在于西方的媒体就不报道了，所以这个叫做大小眼，就是中国大陆的就报道，越南的不报道。我们现在在我们的太平岛也在填岛，各位也可以看得到，我们的太平岛的码头也在填得更大，也不报道。那菲律宾在中业岛也有在填岛，也不报道，那就是唯独报道中国大陆。这就是我们所看到欧美媒体他们的一贯的操作手法。其实如果要报道的话，就是全面性报道，但是不要只取一个来报道，这个就没有意思了。但是我觉得中国大陆他的态度很简单，这个岛屿没有争议，所以他在没有争议的岛屿继续兴建，那是他的权利，你美国管不着，你美国也不敢怎么样。有关于菲律宾的这个对峙的问题这个菲律宾的对峙问题，菲律宾本来以为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因为他们都派他们的2栖登陆舰都到这个南海要进行军演，他以为美国，因为美国有给菲律宾承诺，说我对你的承诺坚若磐石，一方有难，我们万方来援。那结果日本澳大利亚跟美国都到这个地方要举行军演，派出2000多个官兵然后美国派150个官兵都到了，日本是派出云号等等，结果呢也没来，怎么能来呢？这一来的话，那开玩笑，那就打起来了。那对美国人来讲，他怎么敢跟中国大陆打起来呢？装个样子，秀秀肌肉，秀秀拳头，说我的肌肉很大，可以。可是真的要打架，那不能打，这一打不得了因为2个都是核大国，那所以这个仗不能打，所以你就可以知道演一场戏而已。那菲律宾就呆呆的就跟着配合演，可是配合演左看右看没有援军到，那就最后还是被赶走。不过这次跟以往有所不同，我判断相当有可能中国大陆有检查，确定没有建材，所以才让他们上。那就代表什么？代表中国大陆在这个地方已经实施行政管辖权了。其实这个动作才是重要。那也就是菲律宾在这个地方是毫无主权的。是，来请教左老师。第一个首先就其实这个地方的确相关的国家都有在这个填岛造陆那像最近菲律宾也有向越南表达抗议，因为越南在这个毕生礁，它也在填岛造陆。那其实这个问题也引起越南跟菲律宾之间的有关系紧张。但当然了，因为这个拜登即将要去访问越南，所以这个问题大概会暂时来讲不会浮上台面大概会控制住。那因为这个问题这个情况大概报道了这个有好几次，在今年3月也有相关的报道。那不过整体来讲，现在菲律宾的这个案子菲律宾的情况是非常有趣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双方在经过这一段时间僵持之后，菲律宾感觉态度有一些软化，比如像美国跟澳洲跟日本的演习，本来是菲律宾要参加的结果1个礼拜之后，菲律宾就没有参加了，变成日本跟澳洲跟美国3方演习，然后他们演习完了以后再到菲律宾去访问，所以这个就感觉上菲律宾有一点点想要保持距离，然后这个小马可仕他又任命了这个所谓的中国特使，那有一点是希望双方能在这个问题有一点转圜。那
对于这个事情呢，就是这一次这个所谓4个船只去补给的这个事情，那它有一个转折。因为一开始菲律宾的这个媒体报道是说呢，大陆其实船舰有一些动作，后来菲律宾的这个军方呢强势这个去护送啊，然后最后他们就成功的补给。但后来这个中国海警局是说，因为是基于人道理由，它只是他的生活必须，它没有涉及到所谓强固它的这个船舰，就是马德雷3号。为什么呢？因为大陆方面的想法是说，因为这个船舰已经逐渐的老化，只要它没有再强固，未来它就可能解体了。所以呢，基于人道理由，它可以，这个其实也是大陆可以对内交代嘛，就是我们这样让局势也缓和一些。所以后来菲律宾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新闻机构，就是新闻通讯社，就发布了一个新闻，就讲到这个他的这一次他的军方怎么样英勇，完全不提大陆，只有提到8月5号双方有一些摩擦，但是现在这一次的补给就完全没有提。我觉得就是双方其实虽然是一个强制性的行动，但也都需要外交上很圆融的去处理保持一个双方这个可以各退一步的空间。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外交智慧。是来请教彬哥。其实我看到菲律宾这补给船，我有点失望因为菲律宾本来是宣称他要把他们最大那艘2600吨的送去，是。那虽然2600吨去也没有用因为他旁边那些船全部都3000吨以上，对，所以他去也没有用。可是你来这一艘有没有260吨？好小哦。那你知道为什么要派这艘来吗？为什么？就是告诉你，我只是送食物跟水。对，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没有建材。对，没有建材，那你就会放我过去嘛？其实就是这样的意思嘛。也不用登船检查了。其实没什么，因为它这么小，能装什么东西嘛？就这样子而已嘛。所以你看，如果他真的是很强硬，想要运送建材，他怎么会派这么小的船？对，他应该要派大船去啊，怎么会派这么小？所以很明显，我觉得菲律宾是在演一出戏给谁看？演给美国人看。我有事哦，我有照你的话做哦，可是我穿不过去，没办法，所以我只好这样干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菲律宾其实是被夹在中间，他不得已，他必须要去做这个动作。那问题是解放军也知道，我甚至认为他们彼此之间恐怕是有点默契，也就是大家都知道在做什么，就心照不宣。反正你达到你的目标，我达到我的目标，你也可以回去宣传，我也无所谓。反正对中国大陆来讲，我现在就是要实质的控制周边的海域，不要让你过来就对了，就是这么简单。那至于这个核潜艇这个东西，昨天吵了一天，这个正常人都知道这根本不可能会发生的事，所以这是假新闻吗？当然是假新闻，我们的中央社有报虽然中央社里头有附带我们国防部的说法，国防部的说法是说他们也不敢确定，是目前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瞎的一件事情。那彬哥这是怎么回事啊？没有什么，人家拖船在那边不行，我觉得很奇怪，就是你觉得如果真的是一艘核潜艇沉在那个地方去的话，他会随便派一艘拖船来就要把它拖走吗？你觉得会有这种事吗？一般的随便的拖，这一定要特种船只，而且他也要先探究船里头到底是什么状况，有没有核外泄这些其他的东西。对，那边已经聚集了大批的解放军的舰只在那附近了，怎么可能只有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一看就知道是假的。那我觉得还是要去扯这个东西，只能说现在民进党政府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在认知作战。还好那个是路德社。他是觉得取这个名字比较容易像路透社的路斗社，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想要混一下这样子对，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其实有很多的传言，很多的揣测包括各国的领导人他的一颦一席他的这个一举一动大家都要看习近平去哪里了。他此刻人应该在南非没有错，可是昨天有一场很重要的金砖会议他缺席了已经讲好他要在这个金砖峰会的论坛上面发表演说，可是他没出现也没讲话所以我们看到美国之音就讲了，他说这个习近平抵达南非出席金砖峰会，原定在工商论坛却意外缺席，改由商务部的王文涛代替。奇怪的是，华春莹是不是没有接到讯息啊？华春莹在他的 Twitter 上面呢贴出一张这个会场的照片很大的很浪的会场的照片，没有看到习近平，台上其实小小的人头，然后呢底下他用这个英文写说习近平在金砖工商论坛闭幕仪式上面发表了演说，可是他明明没发表演说嘛，所以当然外媒西方媒体就有一番的揣测了，有人说哎呀，是不是习近平生病了因为他不可能错过这样精心设计的活动。可是晚一点点就是论坛结束之后，不是有一场晚宴吗？晚宴习近平就来了，有出来吃饭，
有出席领导人晚宴哦，所以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是不是身体临时不舒服，还是去跟谁做了双边会谈哦？秘密会谈这个就不知道了。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包括金砖有没有可能对抗美元成功呢？我们看到巴西的总统鲁拉，他说我们提议要自设货币哦，包括这个他要扩大朋友圈对抗欧美吗？习近平说20多国正叩响金砖大门，鲁拉说支持金砖国家自设交易的货币。我们不是拒绝美元，鲁拉说了，可是金砖国家有时候可以用自己的货币来交易，包括阿根廷，他也支持他赶快加入金砖，因为阿根廷现在缺乏美元，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而过去我们看到，包括沙烏地阿拉伯也在想要不要加入金砖国家集团。如果沙烏地阿拉伯也加入了，美元可能会暂时受挫哦。那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呢，金砖有没有可能变成另外一个集团，要来对抗 G7 呢？哦，我们看到路透社的报道是这样，他说没有错，金砖5国他要来抗衡西方国家，可是他们自己内部问题重重，而另外呢，这国家呢当然是来自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利益哦，所以呢，他们的扩张其实是不同调的。巴西也担心失去它的影响力。我们看到专家，包括柏林自由大学政治学者，他就说啊，印度、巴西、南非并不想要跟新成员国分享现有的影响力，也不希望新的成员国加入之后带来更多的新问题。人总是自私的。因为现在这些金砖的创始国家，他们已经有自己的影响力了，你其他加入的会不会影响他们现在的利益呢？哦，或者是影响力呢？哦，所以他们现在都还在讨论中。另外，最新消息是，雷蒙多，美国的商务部部长，终于确定要访问中国大陆了，时间定在8月27号到30号。哦，那到底会不会有实质的成果呢？很多人是不看好的。包括呢，你看到雷蒙多要访中前夕，他也跟谢峰见了面啊。那这个说有很大的成效，他们说，我们谈得很好啊。苏利文他说，这个雷蒙多到时候呢，会向北京传达美国不寻求跟中国脱钩的讯息，感觉是示好。而另外，我们看到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他就说，我们希望可以共同推动经贸关系稳定的、健康的发展。而另外呢，美国好像也释出橄榄枝了，因为它限制清单有解除27个中国大陆的企业哦。那看起来中国大陆也表示欢迎，这是一个好的契机吗？我觉得金砖的问题啊，我们来看一下，因为目前来讲，欧美的这些所谓的专家在炒作有关于习近平没有出席一个工商业界的这个会议，就把它文章做很大。可是你如果把时间再往前看一下，前一天晚上飞机是11点多才到，到了以后，这个南非的总统到机场去迎接完了以后有一些简单的讲话，对外的发言。那你想，等到他们回到旅馆，已经几点了？应该是1、2点都有了啊。那你在休息。第二天不要忘了，他们都故意忽略了一件事情，那是故意的。为什么？因为第二天早上，习近平跟南非的总统就一起开会了。因为2个国家的国事访问就展开了，而且这个会开了很久。为什么？因为签了几10项的合作协议。那各位，你想，那已经开到什么时候？所以整个都在工作中。那么中间下午休息一下，晚上再来晚宴，这很正常的事情。然后就可以被这一些所谓的专家说成说身体有问题。其实我们就叫这一位先生来操看看他的体力有没有比别人更好。而且还有时差，有时差，半夜到，然后呢，第二天的时候已经开了1个上午的会，到中午，吃完饭休息，晚上又晚宴，然后对于这些人躲在冷气房里面，就说，哎呀，习近平的身体一定出了什么状况。我觉得讲这些话都没有什么意思啊。那金砖5为什么西方的国家那么焦虑，而且一直在炒作说他们彼此不和了？那如果说金砖5不重要，他们就不需要焦虑了。如果金砖5不是要扩大，他们也就不会在这个地方焦虑到不行。因为
确实已经有45个国家表达意愿要加入，23个国家正式递了文书，而今年确实中国大陆极力主张要扩员。目前来说，巴西也改变态度了，而且有明白的说欢迎扩员。那现在只有莫迪印度在那边这个扭扭捏捏但是我们看起来扩员势在必行，因为金砖银行的行长已经宣布今年会扩员4到5个人，所以金砖银行的人数已经要增大了。那接着就是这个金砖5国在扩员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今天晚上到明天大概就会知道结果了。是雷蒙多的玩的这个手段，坦白说没有什么意思了。我举一个比喻我想观众朋友就可以理解。假设我有一天我就跟某一个人说，我要打你33个巴掌，莫名其妙的我找了一个理由说你让我不爽，所以我要打你33个巴掌。好了，那我现在只打你6个巴掌，我27个巴掌不打了，所以我对你示好，你应该感激我，那你应该让利让给我。其实这个就是这个道理嘛。美国突然间宣布要对于33家中国的企业要制裁，结果好了，27家企业不制裁了，只制裁6家，所以我对你示好，可以这样吗？可以这样玩啊。是，如果能够这样玩的话，那我们还真的佩服。那我也可以说，我本来要打你美国50个巴掌，结果呢，我现在只打你10个巴掌，40个巴掌不打嘞，比你27个还多哎。那你应该要对我感恩戴德啊，因为我对你非常示好。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好，我们请教左老师怎么看包括金砖国家的问题。好，金砖国家的这个问题，金砖国家的共同货币最近讨论的很热烈。那么现在当然有人开玩笑说，这个名字都已经取好了，叫做 R5， 因为这个5个国家的货币都是 R 带头的人民币、卢比、卢布，然后巴西的 Real， 然后南非的这个 Rand。可是事实上来讲，这个要推进真的不容易其实，在这次会议之前，很多人已经认为说这次大家不会谈，结果没有想到呢，巴西总统还是谈了这个事情因为巴西总统鲁拉现在是最积极的。那为什么他最积极呢？其实他有一点底气，因为巴西是今年全世界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那所以相对来说，他因为很多国家都到他那里投资，所以他觉得相对来说，他可以有能力在这个国际金融市场上去要价。那他也希望巴西有更多元的这个所谓的跟其他国家的贸易跟金融往来。那他希望不要只是受限于，不要只是锁在这个美元圈。但是结果谁出来反对呢？是印度出来反对。那事实上，因为印度当然，因为他现在跟这个美国走得很近，他也希望承接美国欧洲的这个企业移转到印度的这些工厂，所以他当然是反对。不过有人认为还有个原因，因为印度跟中国大陆搞不好，所以因为两个大国呢彼此有很多的矛盾，所以你真的要靠这个所谓金砖5国的这个共同货币，你这2个国家可能就没有办法共同接受一件事情，这个当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矛盾的问题。那另外一个，其实我们看到就是金砖5国它的本身的贸易的结构，其实可能大多数的还是跟这个西方国家也好、北方国家也好的贸易，所以他们的这个贸易结构就会决定了它本身能不能有一个共同货币。这个共同货币到底撑不撑得起来？比如像欧洲在1990年代成立了这个欧元。可是欧洲当时的它的这个区域内的贸易就非常高比例非常高了，可能有这个超过50%的这个贸易的比例。那当时其实东南亚其实它的这个区域内的贸易就非常低，就20%几。所以因为它有这个区域内贸易的这个基础在，所以它就可以设立像欧元这样的东西。然后就你看今天欧元设立了以后，有很多国家持有欧元吗？有啦，但是它比例都相当低。真正来讲，欧元在国际上持有主要还是什么？欧洲国家，因为他们之间的贸易依赖这个是通过欧元嘛。所以说你就可以看到，其实要成立一个国际货币，它真的有相当高的一个门槛。那还有一个就是时间的问题，因为美元成为一个国际货币，它是很多年累积起来，包括它国内的这种金融市场，包括它在全球的这种交易的这种机构平台。
那这些当然都会使得它这个作为国际货币，它有这个条件。你如果要新设立一个货币，这个可能会在短期间反而会增加交易的难度。所以这是为什么这样的构想被多数的这个专家认为说短期内不太可能。是，所以我们看到包括金砖这个货币的问题，还有包括未来他们是不是要更紧密再结合这件事情呢？我们等一下广告之后还会继续回来讨论。好，我们来请教彬哥。我讲金砖国家对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来讲，他是看到一个机会，所以这次有这么多国家想要参加。实际上不止20几国，听说有意愿的有40几国。是，对，那只是说这一个阶段大概先有20几国想要来尝试啊。可是问题是，大家去想想看，光是之前金砖5国搞这么多年，其实彼此之间到现在还有很多彼此不同的意见跟看法。那一下加了20几国进来，你觉得会大家都一条心吗？都觉得要往同一个方向发展吗？我觉得这个难度就非常高了。像鲁拉说他支持阿根廷参加，可是你确定阿根廷要参加吗？因为阿根廷现在要选出来这个总统，搞不好是个极右翼那他搞不好，他甚至他在竞选的时候讲说，他可能会考虑要终止跟中国大陆之间的经济交易啊，什么这些东西合作计划所以光是一个阿根廷就有这么多变数，那其他的国家呢，变数就一定更多了。那刚左老师也提到了印度，印度虽然它是金砖的里头的重要角色之一，可是印度向来的想法非常单纯，就是我有好处的时候我一定赶快来，可我没有好处的时候，抱歉，你讲什么我都不会答应。那他明明知道，如果金砖大家采用共同货币，那会让谁？巴西可能会获得好处，但中国大陆可能会获得更多的好处。所以对他来讲的话，能够让大陆高兴的，或者能够让大陆变得更好的，除非让我印度变得更好。不然的话，他不可能会同意这件事啊！你看他连其他国家的加入直接变成会员，他都不赞成了，他跟巴西都反对，怕自己的影响力被稀释掉。那更何况说用同个货币呢？所以我觉得，当你金砖基本5国里头有印度这个麻烦角色在的时候，我就不认为所有的事情会很顺利。这个还有得扯了。你要当整个局势演变到让印度觉得一切我都满意了。好，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前次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台大政治系教授左正东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刚刚升官的陈吉仲，今天敲锣打鼓的告诉我们大家，我们台湾的农产外销已经成功转型了。好棒棒啊！那当然好消息啊，我们要给他鼓鼓掌。可是如果来进一步看看数据，真的是这样吗？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农业部的资料这过去3年，从2021到2023，我们的出口、进口的金额都在这里。出口的少，进口的多嘛，大概都是3倍以上那一直到2023年，其实都差不多，而且出口的越来越少，就是我们的农产品出口的越来越少，可是进口的看起来都还在高档2022年去年农业逆差已经突破了150亿美金，也就是逆差已经超过4500亿台币那包括我们的逆差一直不断的创新高，那没关系，我们出口如果提升也就算了，我们就这个大家很棒把我们的农产品，台湾很优秀的农产品卖给别人，那也没关系。可是我们出口有提升吗？看起来没有都在减少。那我们到底对岸的依赖有减少吗？我们扣掉中国减少的4.42美金，跟其他国家一共成长0.2亿美金这叫做摆脱依赖吗？没有这个通膨都差不多就跟不上了所以陈吉仲是在骗我们，还是他数学太差，还是他被他的幕僚给骗了呢？随随便便一 Google 这个数据一看就都不拢，什么叫做摆脱单一市场了呢？业者说，其实对岸我们卖给对岸的还是最多的。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他的这个巧妙的地方在哪里。原来他偷偷做了手脚。陈吉仲告诉我们，今年1到7月外销这个包括这个芒果各种水果第1名是日本，第2名是韩国数据在这儿，接下来是香港，最后才是中国所以我们摆脱对中国的依赖了我们只销给中国171万美元，938
938公吨。可是你看看香港出口是303万美元呢，如果香港加中国是多少？400多万呐，就变成很高了。所以有人刻意在用文字游戏把大陆跟香港市场划分开来，这是数字游戏吗？包括我们看到农粮署的署长胡忠一署长他说这个过去你们有一些地方在讲说芒果要循凤梨世家的模式来谈，因为你知道有一些农民或是有些地方政府会说，那我们自己去谈好。他说这样不行这样你等于中央的职权被架空，除非中共要降低国格觉得跟县政府就可以谈所以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如果你想要自寻出路，地方政府或是个别农民其实也是行不通的。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包括现在芒果大出，今年我们台湾的芒果出产的又香又甜又多，可是呢，看到《中国时报》的这一篇报道，告诉我们说，金黄芒果的收购价1斤6元，这是20年来最低它里头内文有很多的细节，包括还有一些农友的一些访问可是同一天都是822自由时报。却告诉我们说，高雄金黄芒果8月的批发市场均价每公斤25.5元，比过去正常年价都还要高，比往年都还要高所以高雄市政府的农业局也告诉我们说，没有错比较高。今年的价小之后我们的价格很好。邱意莹就说，这是中国时报或是个别媒体用这样独家方式报道，标题说什么1斤6元20年来新低，讲的是中时的这篇报道嘛。他认为是刻意炒作水果价格议题的歪风啦。所以我们到底要相信谁也许我们到产地再去做一次调查报道，或者是调查的一个采访，才能知道真相。联合报的黑白集就说5年来芒果的产值腰斩欲半，外销萎缩30%。我相信这也不可能是造假，因为这一定是有数据的嘛。5年来我们产的那个芒果越来越少，外销也在萎缩包括蔡政府只能说是对岸打压，也不改善两岸关系，所以很多果农就心寒了，那就说算了，那我就不要种了空出的农地那刚好就被光电厂商接手这就变这样。所以我们是在毁农吗实则就讲说对岸你消费力下降买不起，可是我们是以毁农作为代价吗我们是要毁了台湾的农业吗？而另外包括我们现在很多朋友都喜欢吃樱桃，进口的樱桃又贵非常贵，可是传出了居然有农药我们看到这个报道，美国樱桃又出包，验出11批含农药的樱桃，食药署禁4家进口商可是呢，到现在呢，我们看到食药署进一步去问他说验出来了，我们也行文给 AIT 了，必须请他在9月5号前说明。只是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食药署7月中旬就已经行文给 AIT 了对方都没有回复现在几月啦？8月中下旬啦，他是不想管你完全不回复已读不回所以我们记者又去问食药署，那食药署怎么说？哎呀，可能有困难啦我们也不禁止进口啦，怎么会这样子如果是中国大陆那还得了，早就骂死了，就说哎呀，美国有美国的困难，我们先体谅它一下那也不禁止进口。所以观众朋友你自己可能就要小心了，因为验出来的残留的农药灭分唑浓度很低这个是我们的食药署跟我们讲的，说可能吃一点也没关系是这样子吗？好像不太对吧？怎么想都不太对。观众朋友，我们再来看看呢，过去我们看到的俄乌战争那这个我们看到美国也承诺要这个可能要帮要帮乌克兰的飞行员做一些所谓的这个代训我们这个看到8名乌克兰飞行员开始在丹麦接受 F-16的培训那可能也在美国会开始展开训练的工作。这是5月份的事情就要援乌了，可是已经拖了3个月，现在才受训。另外我们看到乌克兰呢他说很开心的提出61架 F-16的战机，可是丹麦跟荷兰都示警说你们这个包括我们可以转让战机给你，可是这些武器你只能把它用来把你境内的俄军赶出去
你不能攻击俄罗斯本土，所以这都是有条件的。我给你飞行员受训，我帮你受训，我给你战机，可是你不能去攻打你的敌国，是处处受限吗？而另外，我们看到这个新闻也很吊诡。乌克兰送验俄军的武器因为他们把一些武器，俄罗斯的武器给这个打下来啦残骸拿去送验，结果发现67%来自美国，里头还有美国、日本跟德国的零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过去呢，我们看到拜登总统说要制裁俄罗斯制裁俄油，可是嘴巴喊不要，身体却很诚实吗？嘴喊抵制俄油，另一手却狂买。连俄国官员都看不下去过去一边制裁一边买，俄罗斯天然气第2大客户是谁？是欧盟27个成员国你说要挺乌克兰，结果你买便宜油这个世界是这样运作的吗？我们来问问看彬哥你怎么看？包括我们的陈吉仲部长告诉我们已经这个外销成功转型的，这是真的吗？陈吉仲虽然是史上最烂农业部长，因为我们只有这一位农业部长。可是，你觉得他会不懂农业吗？他懂啊，他怎么会不懂？他会不懂这些数字是在玩文字游戏吗？他当然知道，可他就是故意要跟你讲，就是单纯的报喜不报忧嘛。他告诉你说，哇，你看大陆现在占的比例越来越低了，表示我们转型其他国家成功。那我就随便讲，以芒果为例好了。他说，你看现在芒果日韩单价又高，占的比例也高，所以我们转型成功了。听起来好像是这样，没错，对不对？那可是问题来，他没有告诉你的是，即使是日韩到现在都还没有恢复疫情前的水准，其实你卖出去的整体的量都是变小的。那香港跟中国大陆更不要讲，那个量比以前小非常多。以前光是大陆就4000多吨，香港也有3000多吨，现在都还没到这个数量。现在都700吨。对，然后它单价确实是高，没有错，销日韩确实比较高。可是问题是，那是什么代价换来？是因为你的成本也比较高，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啊。那你觉得，如果卖日韩就是单价的比较高，那你觉得这些芒果农看起来像傻瓜吗？为什么不大家都卖到日本、韩国就好，没事卖到中国大陆去干嘛？因为卖去中国大陆成本低嘛，因为它也比较近嘛，你不用去储藏，不用去这些东西，有很多方便的地方嘛，所以这完全根本就是不同的市场，结果你硬要把它混为一谈，这就是陈吉仲故意跟你装傻的地方啊！他明明知道是这样，那实际上刚刚主持人也提出来的数据显示，我们这几年其实对外销的水果的方面，我们是大幅的衰退。那从国外进口的水果越来越多，对。然后，那如果说是因为疫情的影响造成我们的衰退，那为什么别人不会衰退？所以很显然是什么？表示台湾的水果在国际市场上越来越竞争不过别人嘛。那这个时候，你还把对我们最方便的检查最不严格的中国大陆市场得罪，那就太好了。那台湾的以后外销水果就进一步下降。所以这是一个摆在眼前的事实，我真的不知道陈吉仲他这样弄下去之后，到最后民进党政府有没有人会发现这件事，还是根本没有人在乎这件事？然后这个金黄芒果，一个讲说这个收购价6元，对，这中国时报讲，是。然后另外一个说，批发价就25元啊，你觉得这两个矛盾对不对？没有矛盾吗？完全没有矛盾啊！批发价跟收购价怎么会是一样的？就是很低的批发价买来，然后很高的卖出去。不是，因为中国时报讲的这个一定是产地那边最低的收购价，然后他再告诉你批发市场，他随便找一家批发市场，批发价绝对比他高很多所以每一次都是用这一招。从我以前就是在讲农委会的时候，农委会每次都在跟你讲批发价，然后我们讲的明明都是产地价，他永远就会跟你打这个迷糊仗。那请问一下，直接关系到果农的生存是什么？是产地价嘛？批发价跟他有什么关系？对不对？批发价是中间运销商这些人在赚嘛。所以你在产地的收购价是多少，就已经直接证实了果农的利润到底多少。所以人家在跟你讲产地价，邱意莹会不懂吗？他是在地选出来的立委，他会不懂吗？可是他们就是在跟你打迷糊仗，就是在跟你装死。那问题是对民进党来讲，最重要的就是联合报黑白集讲的这个东西。什么东西呢？就是芒果对民进党的价值是什么？不是拿来吃啊，也不是外销啊，那个对他们来讲没意义啊。重点是要把它制成芒果干啊，这才好用。芒果干解决一切啊，这就是民进党的思维嘛。所以我们的果农，我是很不客气的在那边预告，当中国大陆因为他这次开始相对比较严格执法，以后就公事公办嘛。那我们的农业部的立场居然还是你地方政府不要帮果农去接触哦。
那结果就是什么？结果就是卖不出去嘛。那卖不出去的结果谁承担？当然是果农自己承担啊。你不要以为可以有补助一直在等哦，补助不会是永久的。所以我真的觉得台湾的果农未来处境会越来越悲惨。那至于说美国樱桃这个东西，这已经炒多久了？这个新闻出来2个礼拜了，就到现在 AIT 也是不回应你，然后我们的官员在干嘛？这个不回应也没办法，就继续等，还帮他们讲话所以美国人真的是你爸爸吗？是怎样？他说他有困难呐，他有什么困难呢？你管他有什么困难呢？今天你是负责把关的单位，如果他没有办法符合我们的标准，只有一件事情你要做，就是禁止他进口嘛。是啊，我也认为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嘛。你管他有什么困难？有困难他自己去解决啊。我们通知 AIT 是善意提醒说你的东西有困难的，你自己要去解决，不是我们要负责帮他解决。请问一下，你到底知不知道你自己该做什么事情？所以如果连这个都不知道的话，那就完蛋了。那最后提到乌克兰这个东西，其实这一些国家说 F-16你不准飞到俄罗斯去哦，你觉得乌克兰会听他话？应该不会吧？所以我觉得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他给你拖，那个飞机还是不交给你。是。刚刚彬哥讲说史上最烂的农业部长，这是彬哥的个人意见哦，因为我不知道后面还没有史上，因为目前为止一定是他是第一个，他是第一个农业部第一届。是啦，彬哥的个人意见啦啊。好，来我们来请教赖岳谦老师。我觉得统计数字会让我们真的是担惊受怕，因为我们的出口越来越少，我们的进口越来越大。你刚刚已经告诉我们说，现在的我们的农产品的贸易的逆差已经出现了，而且是一直在扩大中。这代表什么？当我们的这个外汇存底如果越来越少，那你能够向国外买的产品就越来越少。那也就是说，你的负担就越来越大。我们每一年从中国大陆那边，我们的贸易顺差是1600多亿，可是我们的外汇存底每一年只累积400多亿，意思也就是我们消耗掉贸易赤字是被外国人赚走了1200多亿。如果大陆对我们这边的贸易的逆差，就是我们的顺差，越来越少，假设寻求贸易平衡。那我们台湾从大陆那边赚不到钱的话，相对来讲我们就没有钱去有外汇存底，你就买不到东西了。吃的东西买不到，那就严重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农产品我们不能够满足自己，我们大量要向国外买，而当你一旦没有外汇存底，或者你没有外汇，你这个时候台湾的农民、台湾的一般的百姓能不能吃得饱，就是一个大问题。那现在目前您又看到了批发价跟产地价脱钩，而且差别那么大。例如说，产地价6块钱，批发价20几块钱，落差这么大的时候，马上就看到统计数字又出来，就是农民开始在弃种，就他不种了，因为他划不来了，他不种，赔钱嘞，他赔钱，他不种，他不种的话，你看到农产品的生产量在减少，它的出口也在减少，所以你大量的从国外买东西。我觉得如果农业部是这样经营一个国家的农业，坦白说，我们老百姓未来假设两岸之间爆发战争，台湾没有粮食吃是必然的发生的事，这是一个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因为你的国内的产量不够你人民的吃，那你一旦爆发了冲突，你的东西又卖不进来，那么还有就是你又没有钱买，第一个东西卖不进来，第二个没有钱买，那你台湾的2300万人靠什么东西来生活？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民进党根本没有一个大战略的一个布局，只会挑动两岸的关系紧张。美国的农产品验出毒药，验出农药，那你现在是要玩政治，还是要玩国民健康？你现在把台湾的人民的健康去卖给美国人的政治，这个是不可以接受的事。也就是说，一旦发现了有毒药，就不能够让它农药，农药也是毒药，残留的农药，你一旦发现它有这个农药，有这个毒药，你就不应该让它进来嘛，应该要停止进口吧，马上要停止嘛，而且要求马上美国要答复嘛，而且你马上要求原产地要答复嘛，那你美国怎么让它出口的？台湾的海关是怎么把关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已经吃到我们老百姓的肚子里面？你怎么可以因为是美国你就都无所谓了？我觉得这个是不可以原谅的事。另外一个部分，你还记不记得前段时间欧美的媒体都在炒作，说中国大陆卖零料关键的零料件给俄军，是，结果检验出来
原来是欧美日，对，而不是大陆。没错，这个零件来了，欧美日不是大陆你可以看到欧美的媒体有多可恶，而台湾相信欧美媒体的人，你们被害到什么程度？来请教左老师怎么看？我觉得关于农业问题有3个事情我们必须要注意。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说，当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农产品啊，特别水果这个出口的年年减少，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问一下，蔡政府从上台以来推动的农业国家队到底成效在哪里？到底谁来负责？现在从2016年成立了台农发，2018年成立了台农投，2019年成立了台湾农产品运销平台外销平台。那么到底这3个机构到底它的成效怎么样？我知道台农发在去年还有亏损，它现在后来是减资嘛，因为去年它是说已经亏损，到2021年已经说亏损到了上亿元，然后现在是减资，还要跟台农投合并。可是很好笑的就是，这个台农发的董事长是由农委会原来的一个公务员洪忠修去担任，然后说居然说他因为这个他的政府持股不到50%，所以可以不到立法院来备询。所以你明明成效不彰，你又用这种所谓持股比例不到50%的理由来逃避监督，这个其实我认为是民主政治里头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情。你既然有问题，就应该勇敢的来说明，来告诉民众到底你未来的改进方案在哪里。是。那第二个，我觉得要处理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其实我们看到我们的农产品销到大陆去，很多次都碰到检疫检验的问题。可是政府有没有采取措施去鼓励民间成立两岸共同认证接受的这个实验室？其实我知道有些研究机构希望成立这样子一个大陆能够接受的一个实验室，但是担心政府未来的补助会停掉，所以他不敢。那事实上来讲，大陆过去也有所谓26条，希望推动所谓第三方验证，也有大学机构希望做这个事情。我觉得政府要拿出一个态度，未来是不是应该正面的鼓励我们的研究机构做这个两岸共同接受的这个实验的认证，能够把检验的问题在我们这一端就能够去能够提高我们的这个未来通关的这个成功率。因为有一些项目是我们不检验，大陆检验，那这种情况下当然就会使我们的农产品受到这个大陆检疫政策或检疫做法上的这种不确定的一些干扰。第3个，我觉得特别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上一次这几年，陈吉仲我们的第1任的农业部长都说大陆这个是政治手段，打压台湾的农产品要告到 WTO， 到现在为止告了没？我去查啦，到目前为止，在 WTO 的这个争端解决机制，它的这个网站上，台湾总共提出了7件诉讼。没有一件是中国大陆的，当然更不要说跟农产品有关的案件，没有任何一件。到现在为止，有没有哪一个国贸局的官员或者农委会的官员出来告诉我们，到底你在 WTO 采取的动作是什么？到底结果又是如何？不要到现在为止还在欺骗老百姓。如果你过去所说的从来没有做，请你公开的向人民道歉。这个要他们道歉恐怕有点困难哦。包括当时我还记得陈部长，当时是陈主委慷慨激昂，声泪俱下，说要去告到现在没有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政治现况。